在之前的台湾犯界系列的最后一部分影片中提到，在1787年林守丸事件以后，清帝国一改过去消极防堵汉人的政策，改为积极引入中国移民入台开垦，让不同的族群的汉人殖民者相互牵制。这是台湾藩界问题的第二个系列，我们最终将探讨藩界体制如何在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或者说日本出兵台湾之役中，成为清帝国不得不处理的问题。但在实际进入牡丹社事件以前，我们必须先了解在后林爽文时代的台湾社会里，汉人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进行扩张的。这一集我们将从汉人在南洋平原和中部埔里社的扩张经验来了解他们是如何在19世纪抢夺原住民的土地。在内容正式开始以前，我想要先感谢华盛顿大学 Simpson Center 和 Taiwan Study Programs 对本系列的赞助与支持。我尤其非常推荐大家订阅华盛顿大学的 Taiwan Studies Program 的 YouTube 频道，在那里你可以看到第一手的北美关于台湾研究的各类演讲、讨论会与活动。谢谢 Simpson Center 与 Taiwan Studies 的支持。在林守文事件以后，关于台湾的藩界体制有2项关键的改革。第一，改行屯藩制，让熟藩部落担任军事屯田制的主体，自行生产粮食，负担熟藩武力的开销。熟藩成为清廷治理台湾社会的左膀右臂。第二，在藩界边区建立起爱垦制，不再主要由熟藩管理藩界，而是承包给不同的汉人殖民集团，让他们负责边区的防御工作。换句话说，在新的爱垦体制之下，汉人负责边区的管理，而清帝国也承认这群人在边地的开垦活动。简单来说，就是让汉人来治理汉人。这个体制基本上在18世纪末到整个19世纪上半叶没有太大的变动。所以为了要更好的了解19世纪末1874年牡丹社事件爆发时的台湾社会，尤其是藩界内外的空间，我们有必要来好好看一下在后林爽文时代的汉人拓殖集团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进行扩张。上一集提到，一部分的漳州籍拓殖集团早在林守文事件爆发以前，已经在界外私垦土地，而这个集团的领导人便是后来被尊为南洋开发之父的吴沙。吴沙在1731年生于福建省漳州府漳浦县，后来1773年40岁时，吴沙携家眷渡海来台。吴沙先是在北部淡水一带打工，但很快就意识到藩界体制的存在所能带来的巨大利润，只要能把界内的商品带到界外，在这个清帝国势力不及之处，他就能成为定价者。所以很快，吴沙学起了北部三雕社的原住民语言，开始与界外原住民部落进行走私交易，扩大商业的同时，吴沙也开始在界外率众私垦。在1786年的林守文事件以前，吴沙的私垦范围大概就是在三雕一带，也逐渐成为一方界外小诸侯。在18世纪末时，吴沙等汉人殖民者就非常希望向噶玛兰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南洋平原方向侵垦。但是该地本来就有世居在这片土地上的卡法兰族，也就是今天中国汉语所说的噶玛兰族。所谓的噶玛兰族其实是多元不同聚落部落的一种总称。清代的文书中会称格仔兰36社，这名称其实是荷兰时代的卡布兰的音译改写。但其实噶玛兰的聚落不止36社，多时可能达70几社。这里的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由这里的雪山山脉与中央山脉环绕，是一个冲积扇平原。而住在这里的原住民部落，如今统称为噶玛兰。但我们要注意到，噶玛兰其实是多族群聚落的聚合体。在这个案例的吊诡之处在于，当时的大清帝国非常不同于近代早期以来西方的帝国主义那样，鼓励人民侵略殖民美洲、亚洲、非洲的土地。相反的，大清帝国完全上不鼓励。从17世纪末明政灭亡，纳台湾岛入版图以后，清廷基本上在政策上不鼓励汉人侵略殖民原住民土地，因为他们更担心汉人，尤其这群有叛乱前科的闽南人更加做大。如果你看过上一系列讲18世纪台湾藩界的内容的话，你大概能略知一二。实际上，清政府还给予熟藩部落大量的保护。换句话说，对清廷而言，满洲人最在乎的是台湾不要再成为动乱反叛势力的根据地。所以清政府对台湾的控制是建立在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说，透过一定程度的征税维持日常的行政军事开销，以达到控制的目的。但满清不是很想要扩大在台湾的统治，所以清政府对台湾的统治比较不是殖民性质的。然而清政府不想殖民，不代表这群来自福建广东的中国移民也不想。实际上，这群来自福建广东的移民才是殖民台湾的主体。对这些来到台湾的汉人殖民者而言，获得土地、扩张势力是他们远渡重洋的终极目标。所以去界外抢原住民土地，
完全势在必行。但我们要注意一下，不是一般个体或者移民都能去抢原住民土地、开发原住民土地。抢夺需要集体的武装力量，有武装力量就需要钱、粮食、指挥系统，而开发土地就更复杂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农业似乎不是个技术性质很强的产业，但实际上是完全错误的认识。今天送你一甲未开垦的土地，再送你100个人去给你开发，绝大部分住在城市里的现代人，或是习惯性住在街头抗议的青年，不会知道如何开发一块土地的。实际上，开发农田需要大量的科技、知识与资本投入，非常困难。这里我没办法细讲，但我要强调的是，在18世纪末时，吴沙等一干明显违反帝国禁令的漳州拓垦者，如果想要到南洋平原去和噶玛兰原住民抢土地，需要的不只是人到那里就好，而是需要人、兵器、地理知识以及农业开发所需要的一切用具与科技。简单来说，就是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用今天的话来讲，吴沙的殖民事业需要天使投资。我们来看一下清代著名的官员姚莹的记录。姚莹是安徽出生的进士，曾在台湾做过官，与魏源等一批中下阶层的官员有很深的交往，可以说是最早开始努力了解外部世界的汉人精英。姚莹很巧的曾经被贬到噶玛兰地区担任过通判一职，所以他写过一本非常重要的关于19世纪初期台湾的书《东茶纪略》。这本书的一部分提到漳州及拓殖者侵垦南洋平原的经过。这里说吴沙与番人交往久了，曾试着深入歌仔南，也就是噶玛兰，所以知道这里的土地平坦广阔而且肥沃，意图开垦该地。所以他与3位与番人有密切关系的汉人许天颂、朱和、洪长一同策划，招募了3级流民入垦，并率领乡勇200余人，通晓番话者23人，在嘉庆元年9月16日，也就是1796年，进入到了乌石港，在当地建筑2座土围，在那里开始进行开垦，也就是头围城。虽然吴沙是这批拓垦者的首脑，但资助他粮食的是淡水3位大富商柯有成、何惠、赵龙胜。吴沙所招募的人多是张籍人士，约有1000余人，有一些泉州人，但粤人也就是客家人也就10几位担任乡勇而已。刚进入噶玛兰地区时，与番人每天都在爆发冲突，彼此杀伤甚重。什么意思？试想一下，你今天在家里住的好好的，突然有1000多人拿着锄头、兵器跑到你家附近，在你家旁边的院子上盖了2座用土围起来的城墙当做据点，就开始开垦了，甚至侵占了一部分你家的院子，你作何感想？这就是200多年前这些来自福建漳州的移民在做的事情。但为什么这些漳州拓殖者要强调这是一个3级，也就是漳泉客的联合开发行动呢？姚莹的记录说得很清楚，泉州客家人的人数其实没几人，但为什么吴沙要特别强调？要记得当时是什么时候？是林守文事件刚结束没多久。林守文本人就是漳州籍人士，林家在台湾中部的沿边山区违法私垦，甚至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这个时间点，清政府应该还是对漳州人有很大的疑虑。也就是在这个脉络下，漳州人的吴沙如果要开发界外土地，但又不会引起地方政府的疑虑，就只能强调这个开发是漳泉客3级的共同行为。但姚莹也说得很清楚，这完全是一场骗局。吴沙拓殖集团仍然是以漳州人为主的开发行动。然而，在吴沙率众刚进入南洋平原的前期，其实进行的并不太顺利。吴沙等人显然有枪炮，但我们很难想象原住民部落就会用纯冷兵器对抗这群外来侵略者，所以噶玛兰部落应该也是有火炮的。起初，漳州殖民集团在刚进入南洋平原时，受到噶玛兰部落强烈的抵抗，一度被打回山雕。是后来刚好南洋平原上爆发了大瘟疫，漳州人才有机会留下来。我们完全可以推测，这些病多半就是这1000多名的侵垦者所带来的。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上，打不过原住民的吴沙等人向噶玛兰各部落伸出橄榄枝，主动帮他们治病，噶玛兰部落才妥协，让汉人殖民者在头围，也就是今天的头城一带住下来。然而，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个决定却成了往后噶玛兰族悲剧的起点。1798年，吴沙逝世，漳州籍拓殖集团开始更大规模的往南入侵噶玛兰领地。我们再来继续读姚莹的记录。嘉庆2年，也就是1797年，吴沙去世。他的儿子吴光义、吴能，侄子吴化代理领导地位，又有吴养、刘太先、蔡天福等人协助吴化一同领导。漳州人的势力逐渐的扩张到2围、
汤围一带，时常与原住民爆发冲突。直到1799年，这个闽南殖民集团才与原住民讲和。当时吴沙和第2代领导的吴化还有能力约束底下的人，所以噶玛兰部落同意他们开垦一部分土地，而吴化等人也同意不再侵扰原住民的领地。原住民感到满意，同意他们进一步到四围开垦。要了解姚营这里的记录，我们有必要看一下这份绘制于19世纪初期的噶玛兰地图。这份地图有不同的版本，现在各位看到的是哈佛大学图书馆的免费版本。当时的中国拓殖者要进入南洋平原，大概可以从地图上的5堵一路到8堵。软软，也就是今天的基隆的暖暖，再到这里的丹里庄，也就是今天新北市贡寮区。这个丹里庄是个非常重要的据点，在1895年乙未战争期间，日军就是在这一地带登陆的。从丹里庄继续往东走，就会进入到吴家的界外大本营山雕，穿过这里的山区，沿着海边进入南洋平原。这里就是头围，汉人殖民者在南洋平原建立的第一站，一路下去便是2围、3围。4围，这就是我们在姚营的文字记录中所见到的扩张进程。这里的4围是经过吴沙家族与噶玛兰地区原住民部落谈判以后，同意汉人在此地开垦的。但是如果你单看这张由汉人画的地图，你会有个印象，靠山的部分是汉人的据点，原住民是住在海边，所以这里说有30余社。但是根据这份地图，中间的平原地带没有人居住，甚至这里说此处可筑5围。看到这里，你应该问问自己，你信吗？反正我是不信。实际上，这份地图是由界外的漳州籍殖民者所绘制，是要寄到福建省城甚至北京去的，说服清帝国将这块肥沃但无人居住的平原地带纳入帝国版图。所以这份地图想告诉清政府的故事是，虽然我们在这里有点违法，但我们是想帮帝国开疆拓土，将这块肥沃的无人地带收入版图才这样做的。这才是来自福建漳州的殖民者想说的话。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汉人进入到南洋平原。18世纪末的原汉平衡关系再次被打破。我们来看姚营的记录：嘉庆7年，也就是1802年，漳、泉、粤等3级人民越来越多人到这块地方。漳州人吴表等7人，以及泉州人刘忠、广东人李先，率众1816人进攻原住民部落，建立起5围。而这5个人自居为9面旗的首领，每人分地5分6厘。漳州集团获得青包里、古元山、载大、3鸠、深沟地，泉州人获得4鸠、14鸠、24鸠、3渡船头地以及开西一带，粤得1节至7节地。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一下地图，这是1917年日据时代期间日本殖民政府所绘制的宜兰厅馆令略图，这里有深沟庄、4鸠、3鸠等地，而这里是宜兰本城堡，大概就是今天的宜兰市区的5围一带。姚营的证词显示了漳泉客3级殖民者如何一步步扩大领土范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好好居住在此处的原住民部落，在汉人逼近之下，一步步的落于下风。但有趣的地方也在这里，关于噶玛兰地区的争夺战，其实不只是汉人与噶玛兰原住民之间的事而已。随后又出现另一批新玩家，也是中部强大的收番部落安里社。根据姚营记载，嘉庆9年，也就是1804年，有彰化熟番社首领潘贤文大辱汉毛革犯法，拒捕，结合安里、阿里史、阿树等8社番众1000余人，越内山逃到噶玛兰的5围，想要到南洋平原争抢土地。阿里史重强而鸟枪多，漳州人不敢与他们相斗，于是和他们谈判。阿里史部落没有粮食，漳州人计划借粮食给这些熟番，以善其众，因而表面上与熟番和谈，分治他们并供给他们粮食。阿里史部落感到满意，逐渐卖掉他们的鸟枪，用这些钱交换粮食，这使得熟番武力迅速衰弱。后来他们意识到时已经无可奈何。这段记载所说的潘贤文，其实不是阿里史社的首领，而是强大一时的中部熟番部落安里社的精英。这是中研院台史所出版的子线分界图，这里是中部的大甲溪，在溪的两岸是安里社与安里旧社。姚营记录中所提到的潘贤文出走安里社，并非因为犯法而逃。事实上，当时潘贤文带领几千名中部熟番跨出番界往东迁徙，引起清政府的高度重视。资料显示，不是地方
方政府在追捕潘贤文，而是想尽办法为留住他。但潘贤文最终仍义无反顾地离开家乡，跨出藩界，跑到南洋平原重新讨生活。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安理社内部与外部出现各种危机，尤其是严重的财务危机，几乎拖垮了安理社。而这些危机引发一系列的政治冲突。这是学者柯志明整理出来的安理社的债务问题，以安理社通事为坐标，整理出不同通事任内承担下的债务，以及任期结束后所欠下的债务。并非所有的通事都留下完整的财务记录，但我们从这些片段还是能看到一些发展趋势。第二任总通事潘敦载任内没有留下债务，但第三任的阿达 YC 开始留下1147银元的债务，第四任潘辉光留下8000银元，再下一任的潘明慈留下的债务稍微少一点，6000多银元。但第六任通事潘亮慈时开始债务爆炸，一下翻了3倍，一共留下18000多银元的债务。为什么安理社在短短不到半个世纪内的债务有如此爆炸性的增长呢？主要原因是当时有2个大案件困扰着安理社，一是水案，汉人拓殖者不愿意他们开拓的水道给安理社部分的田园使用，两方引起纠纷。第二个案件是蓄力向安理社勒索，安理社不得不告官控诉。要知道清代的诉讼案所能造成的花费极其惊人，没有一点钱还真没办法在清代打官司。这部分我在这里就不详细说了，但2起诉讼案都让安理社花费大量的银两，使得社内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除了诉讼案以外，就是安理社内部也有争执，传统大族与新兴的地方精英争夺社的领导权，也对深陷财务问题的安理社加上更多不安定因素。其中潘贤文就是新兴的地方精英，他们希望控制社的领导权，不让潘敦载家族垄断社务，但最终地方精英派在债务危机的影响之下输掉了争执，也是往后为什么潘贤文决心出走到界外的重要原因。当时恰逢漳州殖民集团在噶玛兰进行扩张，潘贤文得到消息后，带领一批族人一同前往南洋平原。从谣言的记录中，我们也能看出来，潘贤文所带领的武装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要记得，在屯藩体制之下，首藩部落是清廷治台的重要武力凭借，他们的武力绝对不会输给这群来自中国的亲垦者。也确实，漳州拓殖者拿安理社没有办法，所以潘贤文能带领族人用优势武力在噶玛兰也抢到一片土地。潘贤文一族主要在南洋平原的罗东和西南一带建立起了武装殖民据点。在如此激烈的斗争之下，世居该地的噶玛兰族人只能在一次次的侵略冲突之中，被迫远离他们的祖传地，大规模往南迁徙到花东的阿美族领地。完全可以想象，这个迁徙势必也伴随着大量的死亡与暴力。另外一方面，来到噶玛兰的潘贤文最终也卷入了漳泉殖民者之间的分类械斗。根据记录，1810年时，潘贤文随着一干漳州人绑到市场斩首，将头挂在噶玛兰厅枭首示众。关于当时安理社一般人民的经验，我们所知甚少，但或许我们能从留在中部的安理社的社众流传下来的歌谣中略知一二。这是由台湾语言学家李仁贵李院士在2002年所收集出版的安理社歌曲，这是泛滥后人民分居之歌，讲述了安理社社众在19世纪初分居的故事。Mama kita ay tabanan mataro, Mama kawasay mau say paiimo, tabanan mataro, Mama kawasay abasan suwadi mau say hayami, mau say mahapaje paje sikidaya tadangam nurija tadangam nurija ma no amisan ka mana
道道都爱了，道道mau mau mama si kerai tabanan mataru mahapa barki lai hayu hauria mau sai hayami manaok saramau adama sarwaro tabanan mataru ini hao isia mahapau sungudan sungun mari dabit itato mau mauan tao mau mauan ka pisuri hidesun tato mau mauan tato mau mauan usarai siu mau sayaku mau sai lahiyaku nahada kiruku luhutunwa tato mau mauan ka mau sai lai mahadahu。这首歌讲的是有一对兄弟 Tatu Mamawan 与他妈妈王在桥上分手的情节。歌名里的泛滥或许未必真的是泛滥，可能是各种危机的隐喻。两兄弟本来要穿过这座桥 Siki Daya， 也就是往东上方东北边去，但他从桥上滑了下来，还在桥上的Tatu要他上来，但他拒绝了，于是Tatu继续往东北方向去。在歌词里说的Tatu Mahadako， 也就是变成身翻，但留下来的另外一位兄弟他Mahaluku变成了一种路，还不是一般壮硕的大路，而是比较小的一种路，脏路。这个意象非常值得玩味。往东北边继续前行的Tatu，如同跨出番界往东北边噶玛兰地区前进的潘贤文，也成了所谓的身翻。但是留下来的另外一位兄弟，他成了脏路，而这种路在台湾灭绝的时间大概也是在19世纪初。换句话说，一位兄弟往东北成了身翻，但另外一位留下来的兄弟成了待宰的脏路。这首歌讲述的是19世纪初面对汉人殖民者来势汹汹的安理社人所面临的两种选择，要么留下来被驯化，要么往东北走，再次成为身番。这在19世纪初时，不只是安理社，可能也是整个熟番部落的悲歌。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汉人在宜兰的拓殖侵略，直接造成花东一带的政治生态的大洗牌。但这不是唯一受难的地方，我们再来看一下中部普里社的悲剧。我们来看姚颖的记录：乾隆53年1788年，阿里山、水沙连各社遵奉王令，设置番屯，水里埔里2社内有屯田100余甲，期范自耕田也有100余甲，尚未开垦的土地非常多。嘉庆19年，也就是1814年，由水沙连社的爱丁守黄林旺勾结嘉义、彰化2城的名人陈大用、郭百年以及台府门丁黄里人，觊觎原住民肥沃的土地，领着现在已经去世的生番通事土木去告官，称他们积欠的番饷使得番人没有食物可吃，请将水里
埔里二社未开垦的埔地允许交由汉人耕种。台南的知府同意了，陈大用及陈垦这部分的土地交出了他们宣称的欠饷，与官府约定开垦好了以后会给二社缴纳番饷，其余的分给原住民当粮食。如果土地肥沃，开垦成的田园甲树都可以缴税，以增加国家的税收。隔年的1815年春天，这批汉人殖民者出使台湾知府的许可令，让彰化县发给垦造。彰化县府没有向各社查明真相，实际上受约者仅是水沙连部落而已，24社皆不知情。郭百年得到了垦造以后，马上率领一批人入山。现在水沙连社的界外的社仔社开垦300余甲，再从社仔社侵入水里社，再开垦400余甲，再入侵省路，也就是今天南投的新城，盖起了土围，垦500余甲。这3社的番比较弱，不敢与这群汉人拓殖者对抗。后来这批人又装成是高官的样子，率领1000余名民壮佃农进入埔里社，筑土围城，插黄旗，上面还写着开垦2字。这个故事提供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窗口，来一窥19世纪初的汉人殖民者如何合法的抢夺熟番部落的田园。第一，你要带着番通事和土木去到台湾地方政府的高官那里，换句话说，不能只是汉人自己去，因为保护熟番已经是国策了，必须由原住民自己反映，才能建立起开垦界外田园的合法性。第二，番通事和头目还必须配合你的说辞，向官府表示既有的番屯田地没办法支持你的守隘任务，所以必须要到界外开垦，否则粮食供应就会不足。第三，你必须拿到垦造，才能显示你是国家许可的垦户。第四，你必须很有钱，或者你可能不是很有钱，但你能搞到钱。像是这起案例中的4位，一位是爱凡的小军官，2位是嘉义和彰化的名人，1位是看守府城城门的士兵，好像都没有特别显赫的身份和财富，但居然他们能在开垦前就先缴纳欠下来的番饷，这表示什么？这4人可能跟吴沙一开始开垦南洋平原一样，已经得到天使投资了。第五，你要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招募到1000名武装佃农。如果当时的汉人殖民者能完成上述5个步骤，他就能合法去到界外抢夺原住民土地。我们来看一下子县界。一般而言，广义的水沙连部落群是从浊水溪出口到上游的集集，乃至日月潭与埔里一带的区域。所以当时郭百年得到官府承认，招募好武装佃农以后的下一步就是往上游走，进入到原住民的土地，接着盖土墙圈地，在上面插个黄旗，上面写开垦，如此一来就成了一个合法的开垦据点。但这里的熟番也不是吃素的，实际上水沙连部落的武装力量一直都很强大。在康熙、雍正年间，水沙连部落发动起多次出草行动，攻击侵略他们领地的汉人，造成企图往中部丘陵地带扩张的汉人拓殖者极大的麻烦。而这些水沙连攻击的汉人，包含征台大将兰亭正的家族经营的兰章兴垦行，所以又抢水沙连熟番部落的土地也不是那么简单。我们来看一下汉人殖民者是如何巧取豪夺水沙连土地。尤因继续说道，埔里社社番不服，与汉人拓殖民兵对峙了几个月。这批汉人想出一办法，连同番社熟络的汉人，也就是所谓的番哥，一起制造一场骗局，假装不进行开垦了，告诉他们官军将要撤回，让埔里社的壮番入山取鹿茸作为礼物，表示停战。趁此机会，汉人大肆焚烧埔里社，被欺骗的埔里社男男女女只能逃入深山，剧组哀嚎半月。汉人殖民者缴获了数百头驯服的水牛与数千头野牛、粮食数百担以及无数的器物。这些汉人听说埔里社的风俗是死了要以物殉葬，所以挖了埔里社数百个坟墓，每个墓都挖出刀枪各异。夺了埔里社的土地以后，汉人殖民者筑起13座土围以及1座牧城，招募了更多的佃农前来。水沙连的原住民只能被迫到梅社与赤坎。什么意思？这批浩浩荡荡带了几千名武装佃农的殖民者不敢与埔里社直接发生冲突，于是设计了一场骗局，说官军要撤退了，让埔里社的壮丁入山采鹿茸作为停战的礼物。换句话说，这些拓殖者利用了原住民的淳朴，在壮丁都离开的情况下，才对埔里社进行烧杀掳掠。抢夺完部落领地后，还挖了别人的祖坟，抢夺坟墓里的武器，然后这些汉人在废墟上盖起了14座用土木头围起来的军事要塞，用武装要塞来扩张。
在西方，尤其美国白人往西部扩张的过程中，也能看到这种卑劣的抢夺方式。但不同的是，清朝不鼓励这种扩张。1866年，当时的台湾道总兵是五龙阿。如果你熟悉清朝历史的话，绝对会听过这个名字。道光年间，在清江爆发了张格尔之乱，五龙阿也参与了，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当时还担任台湾总兵的五龙阿，接获消息，趁郭百年等一干人用如此卑劣的方式抢夺普里舍藩地，立刻把他们抓了起来，将土地还给原住民。但是只对事件首脑的郭百年等人给予了100下的家杖之刑，其余都放走了。刑罚如此轻的原因可以很复杂，但主要也是五龙阿不希望事态扩大，演变成汉人集体造反。但是如果你拿去跟同时期的欧美比，满清政府至少是把土地还给原住民，这在当时的欧美帝国主义来说，基本上是很难想象的。而这一切都与当时中国复杂的统治形态有关，但这里我点到为止就好。类似郭百年事件的案例实在太多了。当然，也有不少熟番部落在整个19世纪，因为清政府的优惠与保护政策，仍然能够屹立不摇，这是中部的案例者。但更多的熟番部落还是一点一滴的被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尤其是闽南一带的漳州籍、泉州籍殖民集团的所侵蚀。但由于大清的保护政策，又让他们不能如此明目张胆，所以这个侵略虽然存在，但是缓慢的。然而看到这里，你自然会好奇，那番界之外被称为生番的原住民又过得如何呢？他们是不是也跟熟番落得一样的下场？下一集我们将来到南部番界外的狼教18社，也就是著名的斯卡罗酋邦。而这个狼教18社的几个部落，正是1874年牡丹社事件的主角，敬请期待。最后，我们来听一下由噶玛兰族语歌手穆特李信的一首歌《怀念故乡》，唱出了噶玛兰族人对故乡的思念与被汉人殖民者侵略的痛苦与无奈。Kebalan masani jita kila Kebalan masani jita kila Ukhaw pasaji mataling sa hwangin Semaraw kakalizakan kena binus na kebalan Kebalan masani jita kila Kebalan masani jita kila Saji mataling sa patahungan Gemuai dozen na kay pao semalaw Kakalizakan kena pinus na kebalan Kebalan masani jita kila Kebalan masani jita kila Bukaw pasaji mataling sa tibo Gemuai dozen na kay pao semalaw Kakalizakan kena binus na kebalan